婚宴上，众人起哄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我脱下高跟鞋，打向无动于衷的新郎负心。你是瞎了还是聋了？他摊摊手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村里习俗就这样，家家结婚都亲了，亲一下也没啥。在这些村民的簇拥下，未来公公离我越来越近，眼瞅着那张老脸要贴过来，我反手一个大嘴巴子。老逼灯跟谁耍流氓呢？为了跟负心结婚，我差点跟家里闹翻，我妈坚决不允许我下嫁，我爸说嫁了就当没我这个女儿，但我恋爱脑，认准了负心，死心塌地的要跟他过一辈子。我妈死守户口本，我偷不出来，只能先办席。结果婚礼当天，未来婆婆就摆了我一道，我不惯着她，指着负心鼻子骂，负心，见我娘家没来人，你们就开始欺负我了是吧？不是的，江云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屁！我起身推了他的踉跄，你是能把我订的酒店还回来，还是能立刻给我找一个同等规格的婚宴场地？一屋子等着接亲的人都傻眼了。婆婆赶紧扭动着圆滚滚的身体，挤过人群，出来打圆场。没有，我的好闺女，妈保证把咱家院给你置办的像模像样的，肯定不比那高等酒店差。你放心，妈不会让你受一丁点委屈。这一口一个妈说的亲切尽，啥话都让她说了。我没接话，只是死死的瞪着负心，他这才把屋里的人都请了出去，只剩下我们两个，关上门，他赶紧小跑过来，给我捏肩捶腿，云云，这是我真不知情，我真不知道咱妈偷偷去把酒店退了，那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我生气的甩开他的手，是我妈，负心，现在是已经出了，你就告诉我怎么解决。我看着他脑门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的汗，父亲小心翼翼的开口，云云，那个，其实村里办婚宴也挺好，喜庆着呢，热闹着呢。我妈她就是想给咱们省钱，你肯定是我们错误时一来最美的新娘。我呸！父亲被我喷了一脸的口水，依然笑意的哄着我。好老婆，我发誓就这一次，以后在我家，我肯定护着你，不让你受委屈。那你让我受委屈了怎么办？那就让我出门被车撞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看他这样，我又心软了。我总想着只要他对我好，站在我这边，那我怎样都行。我拿过纸巾给他擦擦流下来的汗，就这一次啊，你家在整什么腰篓子？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负心扯过我给他擦汗的手，吧唧一口，好老婆，我保证不会了。见我神色不再要吃人，他这才放松下来，急急跑去打开了门，来吧来吧，正常接亲了，大家都来吧。一路上我忍着颠簸来到富家村，刚下车，一盆金粉就直接扣在了我的头上，紧接着花生、大枣等各种物品像冰雹一样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为人已经都在拍手叫好，落地生金，早生贵子，好好好，生金发财，早生贵子。复兴，我甩着满头的金粉，怒气冲天的喊着新郎官。父亲吓得赶紧帮我拍打着婚纱，媳妇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这是好寓意呢，我要回家，别老婆，我帮你弄掉，求你的别生气。父亲可怜巴巴的望着我，我忍，不就一天吗？进他家大门的时候，漫天的丝带和彩喷朝我喷来，即使父亲拿着西装替我遮挡，我的妆发和礼服还是全毁了。我一声声别喷了，快住手，都被淹没在欢呼的浪潮中，感觉到自己已经呼吸困难，我猛地支起身子，先翻负心的衣服，一把抢过喷得最凶的人手里的武器，然后对着那人的脸毫不留情地喷过去，直到他的脸被糊满，猛然呛了一口，周围的人才安静下来。我举着彩喷，一身的五颜六色，高喊道，来，还有谁？大家一起热闹热闹。嚯，富家这媳妇挺门啊，看来是个不吃亏的主，城里玩玩不开，你瞅瞅，这就急眼了，他家咋找这么的媳妇？人家城里的独生女，还是个研究生呢，怪不得。村里人一言我一嘴的看着热闹，司仪不给大家尴尬的机会，继续组织流程，说是司仪，其实就是负心他二叔。到了警察环节，婆婆又开始作妖了，他们村里习俗要跪地给长辈磕18个响头，公公婆婆才会喝改口茶，给改口费。我一听，直接把茶往桌子上一放，跪不了也磕不了一点。我扬着头瞅着负心，我不管，这些他都得给我搞定。父亲赶紧俯下身劝说，爸妈，江云家那边没这规矩，他生下来还没跪过人呢，要不父亲用手示意了下桌上的茶，意思让他们赶紧喝了得了。江二人不动，父亲直接咣当一声跪在他们面前，吓我一跳，爸妈，我替江云行不行？我替他，竟然二老茶行不行？看着儿子这样，老母亲明显心疼了，你快起来，起来，你今算怎么回事？他妈说着，还有余光瞄了我一眼，紧接着他爸也来了一句，不跪就不跪吧，那意思还是让我敬，行，敬就敬呗。他们心疼儿子，我也心疼老公。谁知我正端的茶，准备开口的时候，一只大手突然从后面猛地按住我的头，强迫我弯下腰去。谁呀？我愤怒的正脱开，回身就把茶圈拖了出去，一杯不解气，我直接拿起桌上的茶壶，朝那人脑袋砸了过去。那人嬉皮笑脸的侧身一躲，没打着。嘿嘿，你干什么？我指着他大骂，然后压着怒火看向复兴，这会谁呀？他什么意思？刚才还起哄的人们消停了，开始对我指指点点。从他们的表情我看得出来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在小题大做，复兴可能也觉得有点挂不住面了，没有像往常一样挡在我面前，人家跟你闹着玩呢，咱们结婚，大家都高兴，谁高兴？我不高兴。见我真生气了，场面开始有些僵持，父亲二叔赶紧站出来，指着那些亲戚，你们都过分了呀，人家城里的小姑娘不能这么闹，知道不？知道了知道了。一群村民在后面吊郎当地应下着，我压着火气，好不容易敬完茶，结果又出来一大帮子亲戚，一人手里拿个红包，我的耐心已经到极限了，操着脑袋看向复兴，又干什么？不等复兴开口，
婆婆直接过来挽着我手臂，好像刚才的不愉快都没发生一样。她将我抓到这群人面前，满脸堆着笑。江云啊，这都是咱们老夫家的亲戚，妈一个一个给你介绍，然后你跪下跟着叫人，叫人才有红包拿哦。本来这个环节没什么，叫人拿红包挺正常的流程，可是跪下叫又是什么鬼？合着我跑着来不干别的，就一圈一圈跪着呗。从一大早我就气不顺，我不顺，凭什么让他们顺？我一把甩开婆婆的手，臭着脸往椅子上一坐，不叫，爱谁谁。婆婆的笑容僵在脸上，一屋子的亲戚也面面相觑。父亲看不下去，过来拉我，江云，你别闹了。我瞪了一眼，不耐烦地扒拉开她的手，心想回头再找她算账。婆婆在一旁惺惺作态，不叫人，可没有红包拿哦。我扯走一笑的，你家彩礼我都一分莫要，还差这点钱。对，我被爱情冲空的头脑，父亲家里穷，我就没有彩礼。村里人窃窃私语起来，他妈也听我说这话，瞬间没屁了。他爸倒是不乐意了，觉得丢了脸面，以后村里人会说他家没钱娶媳妇。他爸拧着眉，想要说什么，我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直接看向复兴。复兴，这回还结不结？听这话，复兴慌了，立马跳出来，结？怎么不结呢？说完又把他妈拽到一旁，妈，咱就别整这些习俗了，直接开席吧。一屋子的人看热闹一样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他妈吹了个嘴，那这些亲戚，哎呦，亲戚重要还是儿媳重要？我在一旁冷眼看着，不知道父亲又趴在他妈耳边说了什么，只知道他妈眼睛一亮，一个劲儿地点着头，喜笑颜开道，开席开席，直接开席。父亲二叔也冒出来了，行行大喜的日子，咱们直接开席呀！开喜号，开喜开喜开喜！众人附和着。我本想着今天过后再也不来他家就是了，总归父亲还是向着我的，以后我们两个就在自己的小家好过日子。可我还是太天真了。酒过三巡，这帮村民又不安分了，三三两两的聚集到我们这桌。借着酒劲，他们开始活玩调侃，说他们村还有好多闹婚的传统没用上呢，说一会还要去闹洞房。我用胳膊时碰了碰已经喝上头的复兴，赶到洞房，小心我砍人。放心吧，老婆，我怎么可能让您受委屈？其实我现在有点不信他的话了。这时，不知是谁在人群里喊了一声，老公公还没妻儿媳妇来。我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不可置信的看向复兴，他们说什么？复兴拖着泛着酒气的脸，没有正眼看我，可就是祖宗传下来的习俗，说公公亲了儿媳，儿媳以后才能生儿子，哪个混账祖宗说屁话，信不信我把他坟跑了，骨灰给他扬了？我震惊的站了起来，人群中又传来声音，哟，心腹主动站起来了，老公公呢？老公公快来啊，父处快着呀！儿媳妇都站起来了，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此时的公公也已经喝上了头，颤颤巍巍的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我想逃，可后面被围得水泄不通，甚至还有人在把我往公公的方向推。复兴复兴，我拼命的喊他，人群却把我挤得越来越远。我坚信复兴绝不会放任这种情况发生。我扯着脖子喊复兴，结果透过人群看见那个男人居然还在跟他二叔喝酒，而我和公公已经被团团围住，众人都在起哄，亲一个亲一个。慌乱之中，我脱下高跟鞋，踮着脚朝复兴的位置狠狠砸了过去，没打中，我又脱下另一只，这回打到了他面前的酒瓶，一声脆响，玻璃碎了一地。复兴，你是瞎了还是聋了？我扯着嗓子喊，声音止不住的颤抖起来，周围安静了一些，然后令男人终于舍得抬头向我这边看了一眼，只见他摊摊手，无所谓的说，村里习俗就这样，家家结婚都亲了，亲一下也没啥，再说还能生儿子呢。我怔住了，突然感觉令男人有些陌生，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我考研，他工作，他说怕耽误我念书，直到我考完研才开始追我。他从来没有大声跟我说过话，家里的大小家务也全包了，半夜不管几点，只要我说饿了，他就会立刻起床给我做好吃的，每天风雨无阻的机会上下班，我加班，他就陪着我熬夜，我做痔疮手术，他在医院照顾我吃喝拉撒半个月。3年来，他对着我永远都是笑脸，毫无怨言。现在想想，这种人多可怕呀！再看看眼前的自信，他这是一天天都憋着气呢，不可能是憋了3年的气呢。他故意不管我，他就想制止我，在他的地盘，没人能为我撑腰。我看得出他眼里的意思，只有他能帮我，我得求着他。喝了几斤马尿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了生儿子哟，生儿子，生儿子。耳边充斥着污言秽语，我静静地看着父亲，突然清醒，他3年来做的那些，根本不是因为爱我吧？他爱的是我托关系，帮他找的那个体面的工作，是我借给他开的那辆奥迪 A8，是我给他父母买的各种保险，还是我爸妈给我的嫁妆，是中心的那套大平仓。父亲，你未免太心急了些，这么快就藏不住真面目了。在这些村民的触容下，公公离我越来越近，眼瞅着那张老脸要贴过来，我反手一个大嘴巴子，老逼灯，你跟谁俩流氓呢？这一巴掌清脆响亮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还是复兴他妈最先反应过来。哎呦喂，老头子，这怎么打人呢？他叫两着几个人群，扶住站不稳的复兴他爹，我活动了下手腕，他喝多了，我帮他醒酒。复兴这回不瞎了，我被人围住的时候他装死，他老爹被打了一巴掌，他看得可清楚，他赶紧跑过来，在另一侧扶着他爹。江云，你疯了，你居然打我爸！看着他们一家3口相亲相爱的画面，我彻底寒了心。复兴他还是跟所有人一起站在了我的对立面，我赤着脚后退2步，眼中含泪，我是疯了，我疯了才会嫁给你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其实本来也没领证，天知道我此刻有多庆幸没有领证，感谢我亲妈。一听到离婚，父亲眼里明显闪过一丝慌张，但他没有像以前一样贱兮兮的过来哄我，而是站在原地定定的看着我。他抿着嘴巴，
江云，你想好了？我心如死灰的望着对面这个陌生的男人，他笃定了我今年29岁，不敢轻易分手。他知道我现在在这个偏僻的村子，只有他可以依靠，他想让我服役自软，有利于今后对我的拿捏。做梦，我摘下结婚戒指，扔到酒杯里，我的语气平缓而坚定。没成想，父亲他妈先急了，这大喜的日子，说啥离婚呢？紧接着，所有人开始帮腔，也没啥大事情，不至于呀。那副叔还挨了一巴掌呢，就是哪有媳妇打公公的道理。父亲，快哄哄你媳妇，快去哄啥哄，女人就不能惯着。这帮人看热闹，不嫌事大，还在拱火。父亲沉默了半天，最后说了一句，江云，只要你给我爸道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我对你还和之前一样好。我真的气笑了，我的天，父亲你要点脸行吗？给你的盘子，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。江云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我过分，我孤身一人嫁过来，你们家就这么欺负我，你就这么看着？你早上怎么跟我保证的？你说不会再让我受委屈，你说你会护着我，说着说着，我早已泪流满面，一天的委屈都想发泄出来。复兴，结婚我没有你1分钱，5金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，我什么都不图你，就图你对我好，你他们喝点酒就牛逼了，你还是人吗？带着一村子的人欺负我，还有你们太过分了！我指着所有人越说越激动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复兴晃晃脑袋，眼里的酒液已散去大半。一开始我就知道复兴家里是奈村的，但我觉得他读了书，在大城市落了脚，总归和村里没见过世面的人不一样。可现在看来，书都读进了狗肚子。这时，我看到复兴他妈跟其他亲戚使了个眼色，我感觉人群在向我靠拢，危机感迅速让我清醒过来。我抄起一个酒瓶子，使劲向桌边一砸，别过来！所以玻璃洒了我一脚。旁边的人群一下子散开来，我将锋利的半个酒瓶子挡在面前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复兴他妈赶紧安抚道，别，妈就是看你今天太累了，想扶你进屋休息。放屁，滚开，离我远点！我疯狂地挥舞着酒瓶，将人群又分散了一点。此刻的我一定像个疯子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复兴已经不再是我的依靠了，谁知道这些村民会做出什么？到现在他都没有走向我的意思，反而站得更远。复兴他妈脸上的笑，现在看着有点整人。闺女啊，过了今晚，你就是我们老夫家的人了，别闹别扭了，乖乖跟妈回房去，看他妈给你们布置的洞房。他说着想上前拉我，我从桌上搂起一个盘子朝他摔去。你想干什么？哎呦，还干什么？当然是跟复兴洞房了。说着，他还捂着嘴娇羞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这帮喝多了的村民又开始躁动。闹洞房，复兴快着呀，这破落的小媳妇还不赶紧扔床上去，复兴快点，我都等不及了，闹洞房喽！我脑子里紧绷的那个弦就快断了，他们还想办完印上工不成？都什么年代了，复兴是上过大学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他会救我的吧？会的吧？我还抱着最后一次希望，死死盯着复兴，我想回家是他想要的，祈求的语气，求你带我回家，我在求他了，我求他带我回家。然后我看见那个男人的眼中闪过一次得意，嘴角动了动。江云，天都黑了，没有车，你觉得你要怎么走出这个村子吗？我脑袋里紧绷的那个弦断了，我只等来的这一句，我愣了2秒，哭着笑出了声。他家院里有好多人，可我却感觉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孤零零的。人群又一次朝我围过来，我疯了一样，抄起身边的各种盘子和碗，向他们砸去。别过来，你们别过来！可好像我越砸，他们越兴奋。其实我的手抖的就快握不住酒瓶子了，谁能救我呢？我想爸爸妈妈了，我想回家。就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，江云，是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还是来了，他们来救我了。因为这桩婚事，母亲不知道多少个夜晚偷偷抹眼泪，父亲则是扬言不认我这个女儿，他们拒绝参加我的婚礼，却还是在前一天偷偷买的机票。结果飞机晚点，到了村子之后，我就给爸妈发了定位，让他们不要着急，路上注意安全，夜里的山路不好走。可他们还是赶到了，从机场到这里要6个小时。听到那个声音，我猛然回头，眼泪开始决堤。爸妈带着舅舅、舅妈还有表哥赶来参加我的婚礼了。我爸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，他只看到他的女儿正光的脚站在地上，一群人对他指手画脚，腹围还有一滴的碎瓷片。别动，乖女儿，爸爸来了。说着，我爸便大步跑向我，我妈的眼泪也一下子涌出来，紧跟在我爸后面小跑着。这一瞬间，我所有的坚强都被击溃，酒瓶子也掉在了地上。我就像个孩子一样，乖乖站在原地，张开双手，泣不成声。我爸一把将我横抱起来，我感觉自己活过来了。他嘴里不断的重复着爸爸来了，听得出他的声音有些哽咽。我妈则是一边流着泪，一边小心翼翼的帮我清理脚上残留的玻璃渣。我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，在我爸怀里嚎啕大哭。爸爸在呢，云不哭。我隔着满眼的泪水，还是看见我爸红的眼眶。在我记忆中，我爸从来没哭过。贝又亲家来了，怎么没提前跟我们说，好去接你们哟？说着，他就那只身子想来跟我妈套近乎。别碰我，谁是你亲家？一向温柔似水的老妈，居然使劲拍到了复兴他妈的胖手。同时，祖母妈的嘴也没闲着，你们要不要脸？一群人欺负一个小姑娘啊！复兴呢？不是你求着让我把闺女嫁给你的时候了，这时候倒是当缩头乌龟了。复兴这才几个人群，小跑过来，妈，啪！我妈狠狠地甩了复兴一个耳光。我第一次看我妈动手打人，谁是你妈？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
父亲挨了一巴掌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他妈气得跳脚，也被他给拦下了。我妈恨得牙痒痒，指这一院子的人，你们都谁动我女儿了啊？村民们一听，开始纷纷抱怨，哎呦，你这女儿啊猛着嘞，我们可啥也没干，就是他还拿水壶砸我呢，就看你女儿打人了，父叔还被他打了一巴掌，你说这叫什么事？这大喜的日子干啥呢？这是。我妈听到我没受欺负，面色缓和不少，那是我们赶来的及时，才没让你们欺负了我女儿，这回没人吱声了，因为这是事实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这天晚上的情景就像噩梦一样缠绕着我，我不敢想，如果爸妈没来会发生什么，我真的不敢想。复兴赵红的脸直是呜的，不敢直视我妈的眼睛。啊，阿姨，今天就是江云，她不习惯我们这儿的习俗，闹别扭闹，怪我。我猛地把头从我爸的脖梗处探出来，一抽一抽的说，放屁，你们是耍流氓，不要脸，他们可是差点犯罪，一句轻描淡写的习俗就想带过去。我妈看我委屈样，赶紧拍着我的背安抚，没事，不哭，跟妈回家。舅舅和我爸对视了一眼，意思是说让我爸沉住气，不要动手，他们人多势众，血都喝了酒，而我们只有这几个人，闹大了肯定要吃亏。我爸了然于胸，抱着我转身就走，我妈和舅妈紧随其后。父亲一家急了，别急着走啊，亲家，留下喝杯酒也好啊。村里的人见状也开始往前涌，这咋还把新娘子带走了呢？这新婚夜新娘子可不能走啊，要在家里过夜的。就是啊，我们还没闹洞房呢。我大学见势不妙，一把从兜里掏出警官证，干什么？去中闹事是吧？表哥也在旁边虚张声势，手往村口一直道，外面可都是来参加婚礼的警察，你们想进去喝茶？这回他们怕了，不敢再往前了。其实本来也不关他们的事，这些村民才不会管着吃力不讨好的闲事，真正着急的只有复兴一家。复兴他妈到现在还一脸谄媚，冲着我招手，那个江云啊，过2天让复兴去接你，回来妈给你包饺子吃。说完还转过身安抚大伙，没事，心腹就是想家呢，回去待2天，大家都散了吧。佩服啊，这俩都挺可怕，不是这个村子的人都好可怕，他们丝毫不觉得这些闹婚的习俗有什么不妥，觉得那是理所当然，所有人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如此愚昧又如此可悲。我看向复兴，他一直盯着我，眼里的懊悔和惶恐不像装的，但没用了，他让我受委屈了，他会出门被车撞的。我收回恨恨的目光，看向爸爸，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，可抱着我的双臂是如此有力，步伐也依然沉沦。爸妈，对不起，小声的说完，我便把头埋进爸爸的脖梗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见。第2天一早，复兴就跪在我家门口，他又变回了以前的那个复兴，好像婚礼当天的那个不是他。江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昨天就是喝多了，爸妈，对不起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江云，对不起，我该死，你打死我吧，我真的再也不会了。我妈实在听不下去，一把打开了门，滚，大清早别在我家门口嚎丧。我妈是知名大学的教授，一向知书达理，温柔贤淑，我从未见过她这一面，还挺可爱。路过的邻居都被我妈吓了一跳，林老师，您这是？我妈要饭的，你说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居然跑来要饭。邻居看了眼梨花带雨的复兴道，那我家昨晚还剩了2馒头。复兴还是要脸的，站起身走了。第2天他又来了，这回不是来认错的，我家门被敲得咣咣作响。江云，你什么意思？咱俩的私事你为什么要闹到公司？我被开除了，是不是你要老板开除我的？看看这人川剧变脸，应该让他去，都不需要道具。这回开门的是我爸，是我让开除你的，有什么问题？复兴一见我爸，头低了下去，声音也小了不少。叔叔，您这是不是有点公报私仇了啊？我爸来了兴致，你当初怎么进这家公司的？还不是江云求着我给了你一个职位，你自己多大本事，心里没点数吗？我要真想公报私仇，你们村的人一个都跑不了，知道吗？你该庆幸那晚我女儿没真出什么事。复兴懵了，他今天才知道，他进的那家公司只是我家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公司，我当初骗他说有朋友在里面当领导，让他去试试。复兴只知道我家有钱，但不知道多有钱，也不知道有多少钱，还好他不知道。复兴没再来了，因为我爸把复兴的照片给了小区门口的保安室，说这人有精神病，不能放进来。然后复兴就开始了对我的电话轰炸，我拉黑一个好，他就换一个好，烦死了。我现在真想的当初的自己2个大嘴巴子，真是猪油猛热心，狗屎忽略眼，才会看上父亲这种人。父亲父母的保险断了，他们一家3口居然还舔着脸来找我。父亲现在脸也不要了，带着他爸他妈，天天在我家小区外面哭嚎，说我不守妇道，说我新媳妇不孝顺富婆，他以为这是他们村口呢。这小区住的人都什么档次，路过的压根没人搭理他们，就连路过的狗都懒得看他们一眼。我直接找了律师，告他们造谣诽谤，损坏他人名声。我可是未婚，一告一个转，3人拘留了5日，消停了。但手机上复兴的信息依然不断，各种哀求，各种苦肉计。我妈了，他怎么就偏了一棵树上吊死呢？富婆那么多，就逮着我一个人行，也是还会有哪个富婆像我一样蠢被他骗呢？我听说父亲被辞退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，他爸妈在村里遭到排挤，也待不下去了。现在他们一家3口只能窝在厨房里当恶人，被逼到绝境。谁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呢？上演了1个月的追妻火葬场之后，父亲变了嘴脸，他开始威胁我，说手上有我们2个在一起的视频。江云，我把这视频传播出去，看你还有没有脸见人。我丝毫不慌，平静的打出几个字，你要怎么样？给我100万，我销毁视频，再也不找你。来了，我内心狂喜，这敲诈了锁，不就自己送上门了吗？我迅速截图，保存好聊天记录。
复兴，你的书真的白读了，你知道自己正走在怎样的一条道路上吗？我不再心软，那你要当着我的面销回视频。我发过去不到半秒，复兴就回复了，好，他巴不得再见我一面吧，因为他贪啊，100万怎么够？3天后，我来到了复兴说的咖啡店，远远的我就看到角落里那个落魄的身影，复兴带着我给他买的巴黎世家的黑色棒球帽，身上那件灰色的帽衫，则是去年我从国外回来给他带的。这几天我不断给他营造出我害怕视频流出的假象，我求他千万别把视频传播出去，这样他才会属于防范，觉得我为了明姐不敢报警，他肯定的疑坏了，以为我终于求着他了。就让他再得意最后一次吧。我在他对面坐下，复兴狐狸的瞅了瞅周围，我淡定喝一口咖啡，都凉了，放心吧，没人，这可是关我的清白，我哪敢报警，谅你也不敢，我要是有什么事，你的视频照样会流出去。说着复兴又压了压帽檐，他瘦了不少，胡子拉碴的越看越恶心。我拿出手机准备给他转账，来吧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对面的男人眸光紧缩，300万，看吧，他真的很贪，我哪有这么多钱啊？江云，你爸有钱，复兴恨恨地说着，都是因为你们，我才变成现在这样，这是你们应该赔我的。江云，你可害惨了我，他一边压低着嗓子怒吼，一边畏畏缩缩地观察着周围，我只觉得他可怜，行，就300万，赚了一个卡，见我答应的这么痛快，复兴眼里的贪欲越加旺盛，最后他咬咬牙，1000万，我望着他沉默不语，他有些着急，1000万，江云，咱俩一刀两断，我再也不缠着你。我看着他笑笑，卡拿来，复兴立马递过来一张卡，我假装摆弄手机，复兴如饥似渴的称钵往我照瞅，江云，你真这么有钱？看得出他还想往上加，随便他加，反正我1毛都不会给，转过去了，删视频吧。我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扣，悠闲地喝起咖啡，复兴那张脸上此刻全是心眼子，他都不去查到账记录，根本也没有到账记录，我哪来的1000万？他可真看得起我。复兴现在根本不在乎我有没有给他转钱，他心里盘算的是江云值多少钱。复兴这张脸明明如此地藏不住贪欲，可是为什么我之前就没看出来呢？突然他一个腾空，从桌上翻越到我这边，然后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把匕首，横在我脖子前。江云跟我走。店里的人都被吓一跳，直到看清发生了什么，才尖叫着朝门口跑去。我趁机开口，复兴，我怀孕了。他瞬间的恍神，给个警察机会，早已在咖啡馆埋伏的便衣一拥而上，可复兴反应很快，他把我使脚往前一推，挡住警察，然后从后门跑了出去。我跟着警察一起去追，刚出店门，一声刺耳的紧急刹车声戛然而止，马路上传来真正喧闹。最后复兴被铐上手铐，带上了救护车。他在被抬到担架的时候，紧紧拽住了我的衣服，鲜血从他嘴角溢出。他轻声问我，江云，你怀孕了吗？我居高临下的望着他，用力将他的手掰开，声音清冷道，当然没有。他瞬间就明白了一切，是我在用金钱一步步引导他，导致他生出了绑架我的念头，是我怕被他缠一辈子，所以先下手为强。其实就算父亲没有用视频威胁我，我也有把他送进去的证据，这是他自己送上来的，我当然希望他罪名越多越好，他在里面越久，我越安心。后来复兴眼中只剩下疯狂，他扯着嗓子喊，江云，你等我出来的那天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。直到救护车驶远了，我耳边还回荡着复兴的嘶吼。1周后我来到医院，复兴被靠在病床上，一看见我，他那双眼变得血红，你来干什么？老子杀了你。也难怪，复兴的2条腿粉碎性骨折，全截肢了，以后也只能跟人一打交道了。我轻笑着坐在离他很远的椅子上，来给你讲一些你不知道的事。你不仅是绑架伤人未遂，还有拍摄不雅视频、敲诈勒索、入侵他人住宅、偷盗。我将复兴的罪名一一列出来，他不敢相信地瞪着我，放屁，江宇，你别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，脑子什么时候入侵偷盗了？我不急不慢地拿出一段监控视频给他看，画面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，我们曾经住在市中心的那套房子。看好了复兴，这是我家，你偷偷进来，盗走了4块手表，1套定制的西装加皮鞋，3条皮带，2双皮鞋，以及数30多件万元左右的服装，总价值在70万元人民币哦。说我关上视频，悠悠地盯着他，你知道70万要盘多久吗？复兴傻了眼，这些不都是你买给我的吗？我只是拿走属于我的东西，这怎么成偷了？我看着天真的复兴轻笑道，属于你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我笑着从包里拿出一沓子文件，这些都是我购买这些东西的消费记录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。这回复兴彻底瘫在床上，眼里透着绝望，你是故意的。我说，你怎么没有这栋房子的密码呢？江云，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是啊，复兴，我爱你的时候你是个宝，我不爱你的时候你连个屁都不是。我站起身向门口走去。对了，你父母已经比你早一步进去了。什么？你对我爸妈做了什么？复兴一脸阴狠。我能做什么？只不过警察搜你出租屋的时候，他们正在里面数钱的，我那些东西还真挺值钱。江宇，你别走，我要杀了你。复兴抓牙舞找到往前扑，半个身子都快跌倒地上，他恨不得下来拍死我，可他腿断了，手又被铐着，他动不了啊。我在他满是杀意的眼神中关上病房的门，一声轻松地走在医院的走廊里。复兴，这是你说的，你跟我发誓了的，要是你让我受委屈了，会出门被车撞的，你看看应验了吧？那时我也在心里发的誓，如果你让我受委屈了，我会让你100倍偿还，而现在我也做到了，全都完结。